如果你像我一样可爱又风华绝代，那得把 Unity 从2022升级到版本6时，一定要做好准备，否则贸然升级的话，各种报错会让你天生丽质的容颜因为气废而扭曲。备份，这是每次升级版本时都要做的事情。我一般都是拷贝原工程文件夹到外置磁盘以及别的电脑上，然后文件夹改名，添加版本后缀。注意，不需要全部复制，有一个文件夹 library 这个资源库文件夹不用复制。若你查看文件属性的话，会发现它一般是整个工程文件里尺寸最大的文件夹。其实它的作用就是把所有资源缓存，包括 Unity 官方插件包以及你 Assets 文件夹里的所有内容，包括代码、图片、3D 文件、音乐、第三方插件等等。感兴趣的可以查看官方关于 Library 文件夹的说明。因为名称的原因，Library 总让人感觉很重要，不能碰。比如 macOS 系统文件夹里的 Library， 相信你不会天真到想把它删除吧。Unity 工程中的 Library 删掉也无所谓，因为重新打开 Unity 时会自动生成。这就牵扯到下面的避坑方式了。哎，醒一醒，别挖鼻孔了，重点来了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。这句话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的3大外交政策之一。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，我把这句话也用在了升级 Unity 上，那就是在用新版 Unity 打开旧版工程文件前，先打扫干净屋子，也就是把 Library 文件夹删掉。在上一回视频中提到，升级完 Unity 后，出现2D 动画失效、部分 shader 失效、部分代码莫名丢失的全方位报错，忙了一晚上也没解决。猛然间，我回想起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，最后是删除 Library 文件夹后一步一步解决的。于是我在做好备份后，删除掉当前工程的 Library 文件夹，重新选择之前的系统属性，打开，结果一切正常。经过分析，我之前的2D 动画失效，就是因为新的 Unity 6的动画工具包升级后建立了新的缓存，结果玄幻的和之前2022版的缓存融合在一起。最可恶的是，居然没有报错，导致我刚开始以为是新版本的 Edit 的 bug， 一步步排查后，才最终决定要打扫干净屋子。那你为何不刚开始就直接删掉 Library， 也省掉这么多事了？唉，因为重建缓存需要时间，资源比较多的话会很耗时，就跟大扫除一样。虽然打扫后很畅快，但是打扫的过程累呀。猪肉很好吃，但是养猪很繁琐呀。所以诸位在用新版本打开旧工程文件时，最好删除 Library 后再打开，这样可以大概率的防止出现我遇到的莫名问题。注意，删除 Library 打开工程文件时，要事先选择之前的平台再打开。比如我的游戏是 iOS 平台，删除 Library 后打开时若不选平台，则默认以 macOS 平台打开， Windows 下是默认以 Windows 平台打开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 Unity 中每次切换 platform 时都会重新导入所有资源，文件多的话会很耗时，所以打开工程时先选择平台后再打开，就可以避免耗时导入后发现还得换平台，结果又得再导入一次的烦心了。我的这个游戏的报错问题已经解决，接下来就像我之前视频说的，继续配置多语言，添加手机功能，以及最后的完工了。对我这种游戏开发第一线的血泪史感兴趣的，请点赞关注，下次见。